观众大家好，欢迎你又来到我们狂医秀的频道节目收看。狂医秀告诉你疯狂的医疗故事，也告诉你劲爆的医疗常识，更可以解决你很多年来困扰你的疑难杂症。那么这一集我们又延续了上次那集幽门杆菌，各位竖起耳朵来听。幽门杆菌它是一个坏菌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好菌，比如说乳酸菌，来跟它做一个对抗，或是和平相处，或是抑制它，或是清除它？有没有这种概念的产生？我们还是请教刘建国刘医师，专科医师，肠胃科非常顶尖的高手。你有没有觉得说，用一些好菌可以来抵抗坏菌的这种概念？当然有啦，在临床上因为幽门杆菌既然它是一个坏菌，其实有很多的情况下它是杀不死的。杀不死啊，尤其是你吃了1个礼拜的药，或吃了2个礼拜的抗生素以后，其实正常的菌虫它也被破坏了，所以需要有一些好菌来补充。那当然我们在治疗上面把坏菌杀死以后，让它休息以后，当然我们会做一个检查，检查什么呢？检查它还有没有复发的可能。所以如何确定它的复发的可能？哦，这是难怪我有一个好朋友呢，他有曾经这样治疗过，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好转，而且反复的有发作的情况，是不是他就是没有治疗好，还是说他又再感染？好，所以这个问题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：幽门杆菌是不是吃一次就好，还是要吃好多次？那有没有人说一直吃不好的？尤其是以你的经验来讲，这种很顽固性的病人，我们怎么来解决它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假如顽固性的，除了他个人的这个体质以外还有包括了他的医药的顺从性，他有没有按时吃？不乖就对了。他有没有按照医生的嘱咐吃？甚至于医生有没有给够剂量？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，非常重要。我有一个美国朋友，在美国，他开出来的这个剂量，我一看，我发觉他的剂量是不够的，所以给足的剂量，然后病人的遵从性够，然后呢治疗的时间好，那他相对的他的这个治疗幽门菌的成功率就会比正的人高很多。对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，尤其是在治疗用抗生素这个东西如果你的剂量不够，你的时间吃的不够，很容易产生抗药性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是不是说，如果重复发作的话，跟这个细菌的抗药性是不是有关系？当然会你一次杀不好，这个细菌就开始在储备下一次你要杀它的这个动作了。所以你第2次再杀菌的话，常常医生还会再加强另外第2线的这个抗生素来治疗。所以第2线抗生素治疗的时候，它对一个生理的这个胃的黏膜的破坏就会更明显，相对的就是更会影响到这个病人的预后。那所以就是说第1次就要治好。所以除非你觉得你的幽门杆菌你有没有一些概念，你是不是开始想要吃，而且要第1次就把它吃好？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疑问，就是说他刚刘医师有提到过，就是他是经由口粪感染的那如果我得到了，我的家人需不需要？是不是有这个机会？那是不是他们也要去做这个检查跟治疗？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觉得你自己感染，那会讲说我们是不是筷子要分开，碗要分开洗，这个就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。那家人如果其中有一个得到幽门杆菌，那其他家人就开始紧张啦。那这个情况怎么样来预防，或是怎么样去做一个处理？刘医师，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？得到幽门杆菌其实是检查出来的，所以家人有没有得到，其实不必太过的紧张。原则上就是，假如说能够做到，尽量在公共场所里面公开抹吃，然后家人呢，假如没有临床上特别不舒服的症状，那就可以不用
说每一个人都要检查。那相对的，假如说有症状的话，就还是希望能够借由这个专科医师来检查，看有没有幽门杆菌。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没有症状，即使他是幽门杆菌的带源者，也不用太紧张。是的，所以我们治疗幽门杆菌，就是一有症状才需要去治疗。对，然后检查出来有。所以大家都不用太过担心。好，幽门杆菌其实它对于往后10年、20年后产生癌症的机会是有的，但是这个时间是很漫长，有很多时间、很多机会让你去治疗。假设你今天没有不舒服，你的家人有幽门杆菌，你不用太紧张，只要你开始有症状，再来去找肠胃科医生看门诊就行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的。好，那刘医师今天给我们一个非常详尽的幽门杆菌的概念。那淑芬，你觉得你上的节目有没有得到一个如雷贯耳的？我觉得我今天非常的幸运哈，来到这里亲自的请教刘医师，因为我免去了很多去诊所的看诊的时间哈，直接有获得我最需要的一些知识，非常感谢刘医师。所以你今天开始就可以去做检查，是的，如果有的话就开始吃药，但是第一次记得一定第一次就把它治疗好。是，对，有没有信心？当然有，这好，个很重谢谢，要。很好，非常好。那我们今天呢也很谢谢2位来宾在跟各位观众解释这么多有关幽门杆菌。假设你今天有这些症状，包括什么症状？刘医师，你再重复一次，什么症状？肚子疼痛、疼痛胀气，胀气，好，然后消化不好，消化不好，好，然后常常觉得胃口不佳，肠胃口不佳，当然这些问题都有可能跟其他的症状有关系。是，但是假如说你觉得，特别胃特别不舒服，一直吃胃药都没有很显著的效果的时候，制酸剂都没有好的时候，你就要找专科医师来看看有没有这个细菌了。欢迎各位观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如果你希望到现场参加医生当天的节目，当场询问医生你的疑难杂症，请在我们底下留言。谢谢各位。